2月那一条，我说错了，查尔斯国王还在，我把那一行划掉。这句话是帕克本人说的，场合是他回头清点自己那份2026年清单的时候，一条一条往下念，念到查尔斯那一行就停住，然后把它划掉。一个预言家主动把自己的一条预言划掉，这在这一行里不是常见的动作。要看懂他为什么划，得先回到2025年10月27日那一集。那一集他谈的是英国王室，里面有一句话当时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走了。那一句是他觉得2026年2月英国会失去查尔斯国王。他的原话是这样的：我感觉2026年年初我们会看到查尔斯国王的离世。接着他又补了一句更具体的，我的感觉是我们可能会在2026年2月失去查尔斯国王。不是模糊的王室有变，不是打太极的一位重要人物，是名字，是月份，是年份，3样都给齐了。好，现在请你看一下今天的日期，2026年8月。2月早就过去了，3月、4月、5月、6月、7月也都过去了。查尔斯国王在2026年7月初跑完了苏格兰王室周，7月3日还去了苏格兰议会。7月中他去了曼岛，在那里见了一位104岁的缅甸战役老兵，还坐了那条庆祝通车150周年的道格拉斯湾马车电车。7月10日，他在海格罗夫私下见了哈利一家，一个被预言在2月离世的人，7月还在坐观光电车。这条预言落空了，而且不是模糊的落空，是连日期都对不上的那种硬性落空。到这里，故事本来应该结束了，一个算错的预言家，一条被打脸的预言，然后大家笑一笑散场。哪知道现实又反转了，因为帕克没有装作没发生过。开场那句话就是他把这一行从账本上划掉的时候说的。而且我们得先讲清楚2026年2月那一整个月英国的媒体现场长什么样子。2月19日，英国一家大流量媒体发了一篇报道，标题的关键词是末日预言家。内文开头就把他过去的招牌战绩再念一次，然后把2026年那份清单完整摊开。2月20日，同一家媒体又追了一篇，这一次专门整理他过去说中过的那些。也就是说，在查尔斯那一条的到期月里，英国媒体不是在怀疑他，是在替他预热。整个2月，小报圈都在等一个他们心里都清楚不太可能，但只要发生就是年度头条的东西。然后2月结束了，什么都没有发生。那几天的媒体版面很有意思，没有一家去追问你那条怎么样了，大家就这样安静地翻过去了。因为到了3月，他们手上有更好的题目。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这个划掉的动作。一个预言家主动承认自己算错，到底是在毁掉自己的信用，还是在替剩下那几条加码？这个问题整支影片我们会反复回来问。先把账本摊开，帕克的2026年清单我们先前对过账，不赘述，这里只挑今年真正被翻出来反复讨论的那几条。第一条就是刚刚讲的2月那一枪，查尔斯2026年2月，明确到月份，我们后面就一直叫他2月那一枪。第二条，伊朗，他说会有针对性极强的攻击，不只打领导层，还要打剩下的核设施。他的原话是，我相信这会发生在2026年3月，我们会看到非常有针对性的攻击，不只是针对领导层，也针对剩下的核设施。第三条就是中文圈最关心的那张，我们叫它年底那张牌，习近平年底前失势。第4条到第10几条是一整排还挂在账上还没到期的东西，斯塔默辞职，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升级，欧洲极端热浪，古巴能源危机，俄乌终局，8月日本上空的毒气云，加密货币与人工智慧市场的网络冲击，川普第3任的修宪可能。这些我们最后会一条一条念。现在先看第2条，因为2月那一枪落空之后，紧接着发生的事才是这整件事最诡异的地方。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2026年2月28日，川普下令对伊朗动手。根据多家外媒的报道，在2026年3月的第1周，无人机袭击造成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与多名高阶官员身亡，核设施同样在打击名单上。3月5日，英国媒体开始出现一整批标题，
大意都是同一句。那个末日预言家这一次说中了。3月6日，更多媒体跟进，他自己也在频道上发了新的警告。于是我们就看到了2026年上半年最奇怪的一幕：同一个人，同一本账本，2月那一枪打歪到连国家都不对，3月那一枪却打在靶心上。你信哪一个？想都不用说，两边的人各挑各的，相信的人只记得3月，怀疑的人只记得2月。而帕克本人选了一条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路，他把2月那一条自己主动划掉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拆的那张牌，我们叫它认错这张牌。在拆这张牌之前，我们得先把命中栏里的其他东西也念一次，因为只看伊朗那一条是不公平的。2025年11月19日，他讲过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说法是很可能在一场暗杀或暴力政变中倒台。2天之后，2025年11月21日，川普跟马杜罗通了电话，要求他辞职。后续是升级的制裁，以及航空母舰在加勒比海方向的动作。中文圈把这一条算成命中。2025年12月4日，他讲过，台海方向会出现一次极其惊险的准危机，用的形容是雷达锁定式的战争彩排。2天之后，2025年12月6日，据报道，中共辽宁舰的火控雷达2次锁定日本战机。中文圈也把这一条算成命中。再往前，他自己主张的战绩还包括英女王之死、2016年川普胜选、新冠疫情。这几条我们必须加一个注记，这些是他本人的主张。外媒在报道的时候普遍都会补一句未经独立验证，所以命中栏到目前为止是这样一个组合。2条在2025年11月与12月被中文圈记上，1条在2026年3月被英文圈记上，还有3条是他自己主张的老本。而落空栏上2026年只放了一样东西，就是2月那一枪，1:6，而且那个1还是他自己主动放上去的，没有任何一家媒体逼他，没有任何一份整理点他的名。在2026年3月之后的那波声量里，他手上握着的是全年最好的一张牌，那正是最不需要认错的时刻。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处理这个1:6？想都不用想，最有效率的做法就是把那个1大声讲出来，因为你把那个1讲出来，那个6就会自动变成证据。先讲认错这张牌的第一种读法。第一种读法很直白，认错就是自毁。一个预言家的全部资产就是他说的会发生这6个字，他一旦承认有一条没发生，那条裂缝就会往回蔓延。观众会开始问，既然2月那条是错的，那2025年那些呢？2024年那些呢？这个问题非常要命，因为早在2025年12月，就有专门盯着这行的英文怀疑论网站做过一份很不客气的整理。那份整理开头第一句话就说，他2025年的预言大体上是不准确的。更狠的是后面那句，整理里指出，他2026年清单里的好几条其实是2025年那批没应验的预言，换了个时间，加了点戏剧性，再端上来一次。用他们的话讲，这样故事一直很好看，就算准确度非常可疑。这份整理还点明了3个大类。第一类是王室交接，查尔斯2026年2月离世，接着威廉5世加冕，安德鲁、哈利、梅根被拿掉头衔。第二类是全球动荡，一场4国大战，以及由一起香港楼宇事件引爆的中共与习近平的垮台。第三类是灵性觉醒，全球性的大觉醒。同一份整理的结论是，这些预言看起来比较像是要娱乐他的社群，而不是要记录真正会发生的事。如果照这个读法，那么认错这张牌就是一张认赔出场的牌，划掉一行，只是把裂缝从一行扩大到整本。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更难堪的细节，2月那一枪不是他第一次压王室。那份英文整理里明说了，2026年清单里的王室部分本来就是2025年那批没应验的预言的回收版，时间往后挪1年，戏剧性再加一点。换句话说，这一条在被划掉之前已经被延期过一次，一条被延期过的预言第2次落空之后才承认算错，这个认错的含金量就要打一个折扣。这就是第一种读法最有杀伤力的地方，他不看认错这个动作，
他看认错之前发生过什么。可就在所有人以为这条线索到此为止的时候，第二种读法出现了，而且这一种才是真正让人背后发凉的那一种。第二种读法是，认错不是自毁，认错是加码。你想想这个结构，一本账有10条，其中1条被自己划掉了，理由是没发生，那剩下9条在观众眼里会变成什么？会变成经过筛选的9条，因为划掉的动作本身暗示了一件事，这个人是会检查的，这个人不是照单全收的，这个人有一把尺。于是那9条没被划掉的就自动获得了一个新身份，他们是通过检查的。换成是你会怎么判断一个从来不承认自己错的人跟一个会主动把自己一条预言划掉的人，哪一个讲的话你比较愿意多听3分钟？老实说，大部分人会选后面那一个。这就是认错这张牌最反直觉的地方，它看起来是在扣分，实际上是在替剩下的内容重新定价。这个效果在别的领域早就被观察到了。一份财报如果全是好消息，市场会怀疑；一份财报如果主动列出3项坏消息，市场反而会觉得剩下的数字比较可信。一份研究报告如果附上一整段本研究的限制，读者对结论的接受度通常会上升，而不是下降。道理都一样，主动揭露缺陷会被当成品质的讯号。所以当一个预言家把自己最出名的那一条划掉，他等于在做一次自我揭露，而自我揭露换来的是剩下内容的信任额度。这不是阴谋论，这是传播上早就被反复验证的现象。问题只在于，一个被信任额度撑起来的预言跟一个被证据撑起来的预言在观众眼里长得一模一样。而年底那张牌正好就在剩下的那9条里面。我们先把年底那张牌的原始措辞摊开，因为这条的细节比大多数人以为的复杂得多。首先要说清楚一件事，帕克讲习近平失势不是一句话，是一整组话，而且时间范围前后有过调整。第一层是时间下限，中文媒体整理的版本里，早在2025年他就讲过，习近平可能在2027年之前下台。注意，这里讲的是2027年之前，这是一个很宽的窗口。第二层是2026年这一年的具体描述，有说法称他认为2026年这一年习的健康状况会出现明显变化。这一层属于涉及在世人物健康的内容，我们必须讲清楚，这是预言圈流传的说法，未经任何证实，不是事实陈述。第三层才是真正被中文圈当成年底那张牌的那一句，他描述2026年年底中国会进入他所谓联邦化的初始阶段，地方政府因为财政压力开始各顾各的，从现在的中央集权往多个自治的省份，最后往联邦结构的方向走。第四层是引爆点，台海方向他给的画面是飞机或潜艇的相撞，由此引发冲突，日本被卷进来，但台湾不会被并吞。反过来，中国会受重创，经济出现严重问题，社会出现动荡，习近平的权力面临极大挑战，可能因此淡出权力中心。第五层是那个被中文圈叫烂了的形容词，冰川式瓦解。第六层，时间再往后拉，2030年前后，他描述的是一个重构完成的阶段，形成类似欧洲那样的多个政治实体。除了这6层，还有2个常常被中文影片剪掉的细节，我们必须补上。第一个细节是引爆点的另一个版本，在英文那份整理里，中共与习近平垮台的触发事件被写成一起香港的楼宇事件。一起楼宇事件引爆一个大国的政权转向，这个因果链的跨度大到很难被验证，而这正是怀疑论者最不满的地方。当一个预言的触发条件够模糊，事后几乎任何一则新闻都可以被塞进去当作起点。第二个细节是战争的规模，说法一直在浮动，有的版本是4国大战，有的版本是5国开战，4跟5差1个国家，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版本把那几个国家的名字全部点出来。英文整理里对这一点的评语很直接，参战者的身份始终是模糊的。还有一个中文圈自己加上去的东西叫赤马红羊，这是把中国旧有的干支说法接到2026年上，用来替清算之年这个说法加码。这一层跟帕克本人没有关系，是中文传播链自己叠上去的，我们把它讲出来
是因为一条预言在跨语言传播的时候，往往会被加料，而加料的部分最后也会被算进他说中了的那一栏。好，现在把这6层摆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一个东西，年底那张牌其实不是一张牌，是一个斜坡，它从2025年就开始铺到2027年之前，中间插了一个2026年年底的节点，然后一路延伸到2030年。而2月那一枪是什么？是一个点，一个月份，一个名字，一个是点，一个是斜坡。这两者的差别就是整支影片最关键的那个技术细节，因为点会落空，斜坡不会。点有到期日，2026年2月28日午夜一过，那一条就结案了，非黑即白。斜坡没有到期日，或者说它的到期日永远在下一个转角。哪知道现实又反转了，反转在哪里？反转在正因为2月那一枪是个点，他才有资格被划掉。一个预言家想要展示自己的诚实，他必须拿一条有明确到期日的预言来认错，因为只有这种预言才会有清清楚楚的失败时刻，而他手上刚好有这么一条，于是整件事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结构，拿一个点来认错，替一整条斜坡背书。我们不是在说他是故意设计的，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这样讲，我们只是在说这个结构在效果上就是这样运作的。讲到这里，我们必须把摄影机转个方向，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站在这件事有意思的角度在看，现在该让反方说话了。反方的第一把尺来自澳洲，有一项横跨12年的调查计划，收集了200多位公开发表预言的通灵人士，超过3800条公开预言，然后一条一条去对，结论是正确率大约 11%。 而且做这项研究的人特别注明，这个 11% 已经算是给面子的算法，因为里面很多条根本是五五开的猜测。例如某支球队在巡回赛会表现得很好，这种东西不管有没有通灵能力，猜对的几率本来就有一半，我们就叫它澳洲那把尺，后面还会用到。还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数字问题，3800条里面有非常大的比例，最后是被归进无法判定那一栏的，不是对，也不是错，是根本没办法对，因为那些预言的写法本来就不是拿来被验证的，而一份账本里无法判定的比例越高，认错这个动作的意义就越大，因为它是少数几个能被判定的时刻之一。反方的第二把尺叫做事后追认，英文里有个专门的词叫 postdiction， 意思是事情发生之后才回头去找一条看起来像的预言，然后宣布它应验了。这个机制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大部分预言的用词都很松，说会有一场灾难，不说是什么灾难，在哪里，什么时候，等到任何一场灾难发生，这一条就可以被塞进去。研究这行的人指出，2001年9月11日之后，就有大量预言被回头塞进那一天。反方的第三把尺是比较法，同一批研究者的说法是，目前没有可靠证据显示任何人能够稳定可重复地预测未来，超过几率与一般推理的水准。而在实际表现上，超级预测者的方法与预测市场都比通灵与算命更准。这一段我们必须原原本本地讲出来，因为我们不替任何一方背书。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照澳洲那把尺，3月那一枪算不算命中？支持的一方会说，他明确讲了3月，明确讲了针对领导层，明确讲了核设施，3个要素都对上了，这不是模糊预言。反对的一方会说，2026年初的伊朗局势本来就是全球风险榜的头几名，到了2026年1月，甚至有预测市场在替最高领袖是否下台开盘，赔率一度冲到 21% 左右。也就是说，这件事在市场上早就是一个被高度定价的可能性，不需要通灵也看得见。这里我们必须把赔率那件事讲得更细一点，因为它是整个理性拆解段最硬的一块。2026年1月下旬，就有预测市场针对伊朗最高领袖是否会下台开盘，当时的报价一度来到 21% 附近。21% 是什么概念？它的意思是，在完全不依赖任何超自然能力的情况下，光靠公开资讯，光靠新闻，光靠一群人拿真金白银去下注，市场就已经认为这件事有1/5的几率会发生。而且那是1月的报价，到了2月底川普动手之后，
这个数字当然会往上跳。所以反方的论点不是他运气好，而是这件事本来就在牌桌上。支持方的反驳也很清楚，市场给的是几率，他给的是月份。市场说1/5，他说3月，这两者不是同一种东西。而且他那句话里有3个要素：领导层、剩下的核设施、3月，3个都对上，这个难度跟会有一场灾难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这一轮对打，我们没有办法替任何一方判定胜负，因为要判定，你需要的是一个长期的成套的记录，而不是单独一条。这正好就是澳洲那把尺存在的理由。那项研究之所以要收集3800条，要跨12年，就是因为单独一条说明不了任何事情。一个人一辈子只要开得够多枪，总有一枪会中。问题从来不是有没有中过，而是中的比例是多少。11%就是那把尺量出来的行业平均，而我们手上没有帕克的完整分母，没有人把他40年来讲过的每一句都编号都对账过。没有分母就算不出比例，算不出比例，他准不准这个问题就永远是一个立场问题，不是一个事实问题。你信哪一个？这一次我不替你选，因为这正好就是认错这张牌最有意思的地方。他让两边都觉得自己赢了。相信的人说，你看，他连自己错的都认，那他说对的就更值得信。怀疑的人说，你看，他自己都承认错了，那还有什么好讲的？同一个动作，2种完全相反的解读。而中文圈的解读走的是第3条路。在讲江峰那2期之前，我们得先把中文圈这条传播链整个摊开，因为这条链的形状本身就是答案的一部分。2025年12月31日，希望之声发了一篇整理，标题直接用了接连神准命中4个字，把马杜罗那条跟辽宁舰那条当成开场证据，然后推出2026年的大清单。2026年1月6日，看中国发了一篇，标题是帕克说习近平与中共政权将走向终结。2026年1月7日，另一个中文网站的标题更直白，习的终局已定。2026年1月12日，大纪元的未解之谜做了一集，标题是2026清算之年，5国开战，中共要崩。2026年1月15日，看中国再发一篇，把古今预言拉在一起对照，凯西、叶利、阿卡西记录全都进来了。同一时间，台湾的民视也做了一则，标题是2026习近平恐垮台，副标是他预言中国将分裂成小国。这一则后来被入口网站转载，触及量很大。网易那边也有好几篇，标题一篇比一篇有画面感。东方一个高大的人站起来，这个人手里有火焰，3岛巨变，财富消失，吉年出现，大西洋两岸各有一要人辞世。到了2026年4月26日，看中国又发了一篇，这一篇的角度变了，不谈它准不准，改谈它为什么说未来可以被改变。2026年7月12日，同一个媒体再发一篇，这一次把它跟另一位预言家的下半年说法放在一起，重点是中国3个省提前自治，再加上一整排中文 YouTube 频道的专题影片，数量多到念不完。现在请你回头看这一整条链，然后找一样东西，找查尔斯，找不到。在这条中文传播链里，2月那一枪几乎是隐形的，有的整理提了一句英国王室成员去世，但没有月份，没有名字，也没有人在3月之后回头补一句这条没中。这就是最值得注意的地方。英文圈是预热、落空、安静、略过，中文圈是根本没进场，而真正把那一条拿出来放进落空栏的，反而是后来那档对账节目。2026年7月29日，一档叫做《江峰奥妙》的节目播出了第164期。那一期做的事情很单纯，就是把帕克2026年的预言拿出来对账，哪些说中了，哪些没中，哪些还挂着。伊朗那一条被归进说中那一栏，查尔斯那一条被归进落空那一栏，而习近平年底前失势那一条被放在还没到期那一栏，也是整期最被强调的一条。3天之后，2026年8月1日，同一个节目播了第166期。这一次不谈预言本身，改谈帕克的前半生，他怎么从一个广告公司老板变成通灵人，童年的经历，
40年的通灵生涯，以及他10年前讲过的那个关于中国的梦，这2期摆在一起看，其实就是中文圈处理认错这件事的完整姿态。先对账，把错的那条放进错的内栏，姿态摆得很正，然后补人物，把这个人的可信度重新垫高。我们不是在批评这个做法，老实说，如果换成是我们也很难不这样做，因为观众要的就是这个节奏。但我们得把这个节奏讲出来，因为他跟帕克自己在做的事方向完全一致，而且这2期之间只隔了3天，7月29日对账，8月1日补人物，3天，这个间距不是随便的，因为对账那一期一定会扣分。你把一条落空的预言公开放进落空栏，观众的信任一定会掉一格，所以3天之后就必须有一期把那一格补回来。补的方式不是辩解，是讲故事，讲童年，讲转行，讲40年，讲那个10年前的梦。这个手法的功能跟我们等一下要拆的那张免责牌一模一样，不否认错误，改变观众看待错误的框架。哪知道现实又反转了，因为对账那一期真正被放大的根本不是查尔斯，被放大的是那句习近平年底前失势。也就是说，一条落空的预言在那期节目里的功能是替另一条还没到期的预言开路，先讲一条错的，让你相信这个整理是公正的，再讲那条没到期的，让你相信这一次是真的。这个顺序我们今天已经看到第3次了。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因为帕克手上还有一张更早埋下的牌，那张牌早在2月那一枪出口的同一天就已经放好了。我们回到2025年10月27日那一集，在他说完我的感觉是我们可能会在2026年2月失去查尔斯国王之后，他紧接着就补了一句话。那句话是这样的：我们是隔着一面模糊的镜子在看这些事。然后他还加了一句，生命仍然可以被正向思想的力量保住。我们把这2句合起来叫它模糊镜子条款。这个条款的作用是什么？作用是预言错了不代表预言家错了，因为根据这套说法，未来本来就不是固定的剧本，而且这个条款不是2026年才临时发明的。你去翻2026年3月那批英文报道，每一篇的结尾几乎都有同一段话，他强调根据纳迪的教导，未来是可以被改变的。3月的报道有，2月的报道有，2025年12月那批也有，它是常驻的。也就是说，在每一条预言被说出口的同时，那条预言的免责条款就已经一起发出去了。这在结构上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一般人做预测是先讲结论，后承担结果，而这套框架是先讲结论，同时附上一个可以吸收任何结果的解释层。命中了是预言的力量，没中是集体意识改变了未来。2种结果都不会伤到系统本身。我们必须说清楚，我们不是在指控他不诚实，因为在他自己的世界观里，这一整套是自洽的。如果未来真的可以被改变，那这个免责条款就不是话术，而是这套世界观的必然推论。问题只在于，一个自洽的系统跟一个可被检验的系统不是同一回事。而认错这张牌之所以稀有，正是因为他做了一件这个系统本来不需要做的事。他大可以说查尔斯还在，是因为集体善念生效了，他有现成的台阶，他没有走那个台阶，他把那一行划掉了。这才是整件事最让人想不通的一点。2026年4月，中文媒体整理过他这套逻辑的完整版本。他说，人类集体意识的力量比核弹还强，如果每个人都保持善念，就能减轻灾难的规模。他多次强调未来是可以改变的，预言不是不可更改的剧本。他甚至给了一个时间表，2026年到2029年是极度黑暗的时期，但这些灾难是为了把旧有的结构连根拔起。到2030年，人类会建立新的文明形态。好，现在我们把模糊镜子条款跟认错这张牌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一件很妙的事，这2张牌是配套的。认错这张牌负责展示诚实，模糊镜子条款负责解释为什么诚实不影响可信度。一个负责扣分，一个负责把分数补回来，而且补回来的方式非常巧妙。他不是说我没错，而是说未来被改变了。在这套框架里，查尔斯国王活过2026年2月，不是预言失败，是集体善念生效。
听起来很难反驳，对吧？问题就在这里，正是因为很难反驳，所以在方法论上它也很难被检验。一个永远有解释的系统跟一个永远正确的系统在外观上是分不出来的。这一点社会心理学早在70几年前就处理过。1954年，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带着2位同事混进了一个芝加哥的小团体，那个团体相信世界末日就在几个月之内。他们研究的重点不是末日会不会来，而是末日没来的那个早上，这些人会怎么办。结果整理成了1956年那本著名的著作。核心观察是，预言落空之后，很多信徒不但没有离开，反而更投入、更积极地向外传播。费斯汀格用来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就是认知失调。简单讲，当一个人已经为某个信念付出了巨大代价，信念被现实打脸时，放弃信念的痛苦会大于替信念找一个新解释的痛苦，所以他们找了新解释。这个机制我们先前专门聊过，不赘述。但费斯汀格那本书里还有一个常常被漏掉的细节，而这个细节正好打在我们今天的题目上。那个团体在末日没来之后做了一件反直觉的事，他们开始主动找媒体。在那之前他们是躲媒体的。预言落空之后，他们反而打电话给报社。书里给的解释是，当一个信念被现实挑战，最有效的止痛方式不是自己说服自己，是让更多人相信。因为相信的人越多，那个信念就越像真的。你把这个机制跟一个公开承认自己算错的预言家放在一起看，会不会觉得方向是反过来的？一个是落空之后拼命对外宣传，一个是落空之后主动把自己划掉，表面上完全相反。但如果你看的是效果，两者其实在做同一件事，都在让对话继续下去。拼命宣传，对话继续；主动认错，对话也继续。真正会让对话停止的只有一种做法，什么都不说，让那一条安静的烂在那里。而这一次，那一条没有安静的烂掉。但这里必须补一句，而且这一句很重要，因为我们不替任何一方背书。后来有档案研究指出，那本书里的一些核心叙述可能有夸大或加工的成分，也就是说，连这把用来衡量预言心理学的尺本身也被人质疑过。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一把绝对干净的尺，我们只有一堆各有缺口的尺。可就在所有人以为认错等于诚实这个等号已经成立的时候，最后一个反转来了。我们回头看一件事，时间范围，2月那一枪给的是2026年2月，而年底那张牌给的是什么？第一个版本是2027年之前，第二个版本是2026年年底进入联邦化初始阶段，第三个版本是2030年前后完成重构。你发现了吗？同一件事有3个到期日，而这3个到期日是可以互相接力的。2026年年底没发生，可以说那只是初始阶段还没显化。2027年没发生，还有2030年，2030年没发生，还有未来可以被改变。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他认错了没有，真正的问题是他认错的那一条跟他没认错的那几条本来就不是同一种东西。一个是点会死，一个是斜坡不会死。拿一个会死的来认错，成本是有限的，而拿到的回报是整条斜坡的信用重新定价。这句话听起来很冷酷，但我们必须讲，因为这是唯一能同时解释他为什么敢认错，跟认错之后声量为什么反而更大的说法。当然还有另一个更简单的可能性，他就只是诚实而已。一个做了40年的人，看着自己白纸黑字写下的月份过去了，于是把那一行划掉，没有算计，没有结构，就只是一个人承认自己看错了。这个可能性我们同样没有证据排除。现在我们把还挂在账上还没到期的那些条目念一次，因为这才是真正决定认错这张牌值多少钱的东西。2026年6月25日，他公布了下半年的完整清单，中文圈把它整理成9项，我们挑最有分量的6条念。第一，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升级；第二，英国首相斯塔默辞职；第三，欧洲极端热浪；第四，古巴能源危机；第五，俄乌走向终局；第六，中国出现结构性异象。除了这9项，还有几条散在别处的。2026年8月，日本上空的一片灾难性气体云，这一条的到期日
就是这个月，加密货币与人工智慧市场会被网络事件重创，美国可能出现修宪讨论，让川普有第3个任期的空间。2026年9月，台海方向会有事，中国有3个省份会提前进入自治状态，还有一条更早被丢出来的2026年1月15日是关键日，不止伊朗变天，连银行账户都可能受影响。这一整排东西我们把它叫做账本的后半夜。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因为后半夜里有一条其实早就过期了，就是那条2026年1月15日的关键日。那一条跟2月那一枪是同一种东西，有明确日期，有明确内容，有明确的结案时刻，不止伊朗变天，连银行账户都可能受影响。1月15日过去了，然后呢，就我们翻到的中文整理里，没有一份把它放进落空栏，它没有被划掉，也没有被讨论，它就是安静的消失了。而2月那一枪被划掉了，同样是有日期的预言，同样没有以那个形式发生，一条被公开处理，一条被静静略过。差别在哪里？差别在能见度。2月那一枪牵涉到一个全世界都在看的名字，它不可能被略过。1月15日那条没有名字，只有一个日期，所以它可以被略过。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认错，也许没有我们一开始想的那么主动。有些预言你想不认错都不行，有些预言你不认错也没人会问。这一层是整支影片里最不浪漫的一层，但它必须被讲出来，因为它直接影响认错这张牌值多少钱。一张被迫打出去的牌跟一张主动打出去的牌价格是不一样的。后半页上的每一条都因为2月那一枪被划掉而变得更被认真对待了一点，这就是我们整支影片一直在绕的那个矛盾，划掉一行，让剩下的每一行都变重。而在这后半页里被压得最重的就是年底那张牌，因为它是唯一一条同时满足3个条件的预言，时间够近，赌注够大，而且已经被写进了无数个中文影片的标题里。到2026年12月31日午夜，这一条就会跟2月那一枪一样，变成一个有明确到期日的点。到那个时候，帕克手上就只剩2个选择，要么再划掉一行，要么把模糊镜子条款再拿出来用一次。而我们会在这里把账本翻到那一页，所以我们干脆做一件很土的事，把到期日排成一张日历。2026年8月，日本上空那片气体云，这一条就在这个月，我们现在正站在它的到期日里面。2026年9月，台海方向的那件事。2026年年底，中国进入所谓联邦化的初始阶段，地方财政开始各顾各的。2026年12月31日午夜，年底那张牌正式结案。再往后，2027年之前是他更早给过的那个时间下限。再往后，2029年是他所谓极度黑暗时期的终点。再往后，2030年是他描述的重构完成。把这张日历排出来之后，有一件事会变得非常清楚，未来这5个月是这本账本一辈子最密集的验证期。8月一条，9月一条，年底一条，中间还夹着斯塔默辞职、霍尔木兹、俄乌终局这些没有明确月份，但被普遍认为在下半年的项目。换成是你会怎么判断？如果你手上有一本账，而且未来5个月会连续开出3到4个结果，你会在这个时间点做什么？想都不用想，你会先把最烂的那一条划掉，因为你划掉一条烂的，观众就会留下来看剩下的。而如果你什么都不划，等到年底那条也没中，2条会一起爆。这是一个非常冷静的推论，但我们还是得把另一半讲完。这个推论成立，不代表他就是这样想的。一个人做了一件在效果上很聪明的事，跟一个人是为了那个效果才去做，中间差着一整个动机的距离。而动机是我们永远没办法从外面验证的东西，我们能验证的只有日历，所以我们就把日历挂在这里，等它自己走完。最后回到那个房间，2025年10月27日，一个很普通的下午，镜头前是一张桌子，一台摄影机，一杯还冒着热气的咖啡。他说完我们可能会在2026年2月失去查尔斯国王，停了一下，然后他说了那句，我们是隔着一面模糊的镜子在看这些事。说完之后他没有再补话，镜头没有切，他的眼睛往下移了一点，落在桌面上，
没有看向任何地方。那几秒钟，房间里只有机器运转的很轻的声音。然后他伸出手，把那杯咖啡端了起来。杯子举到嘴边的时候，蒸汽在镜头前散开，把他的脸遮住了一小块，画面就停在那里。他说，留给我们所有人的时间只剩下9个月了。他说，当2026年走到尽头，当2027年的春分那一天到来，全人类将要迎来一场终极的大分化。而最让人心里发毛的是他接着补上的那一句话。他说，其实藏在你我灵魂最深处的那一个抉择的时刻，早就已经悄悄地过去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一个毕生只相信实证的人，为什么会在晚年忽然开口谈论起遥远星空上的文明？1万多年前那座沉入海底的传奇大陆，又和我们此刻的柴米油盐有什么关系？那一场正在快速逼近的大分化，到底要把我们分成哪2种人？而我们灵魂里那个早已过去的抉择，又是在什么时候，在我们完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被我们自己做下的？今天就让我们顺着这位前考古学家亲手指出的线索，一步一步地走进这个横跨了星空、远古与当下的惊人的故事。我必须先提醒你，当你听到最后，你看待这个世界，看待2026年这个夏天之后的每一天的眼光，很可能都会和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先来好好认识一下这位特别的主角。你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一下这样一个人。几十年来，他蹲在世界各地的荒野和遗址里，被烈日晒得皮肤黝黑，指甲缝里永远是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泥沙。他的世界原本是非常简单也非常坚硬的，地层越深，年代就越久远，一切的一切都按照可以反复验证的规律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在这样一个人的眼睛里，神话就只是神话，传说也只是传说，那不过是古代的人因为无知，因为对天地的恐惧而编造出来的故事，是当不得真的。可是挖着挖着，有一些东西开始悄悄地动摇它了。他在地球上彼此相隔千山万水的不同古老遗址里，一次又一次看到了相似的不可思议的图案。他在那些根本不可能有过交流的古老民族的传说里，一次又一次听到了相似的不可思议的情节。明明这些文明之间隔着辽阔的大洋，隔着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光阴，他们却仿佛约好了一样，仰望着同一片星空，讲述着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敬畏着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而其中最让他感到震撼的是那一段几乎遍布了全世界的关于一场大洪水的记忆。你知道吗？从西方圣经里那一艘载着万物的方舟，到我们中国古老传说里那一场逼得大禹不得不3过家门而不入，拼了命去治理的滔天洪水，再到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到印度，到美洲，到太平洋上一座又一座孤悬海外的小岛，几乎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古老的民族都不约而同的在他们记忆的最深处保存着一段关于一场毁天灭地的大洪水淹没了整个世界，只有极少数人侥幸活了下来的古老的往事。一场大洪水怎么可能会被地球上这么多素不相识、从未往来的民族共同的记住呢？除非那一场大洪水是真真实实发生过的，除非在我们所有人共同的记忆最深处，真的沉睡着一段曾经被海水彻底吞没的文明的往事。这位前考古学家的心里开始浮现出一个让他自己都感到害怕的念头。他开始怀疑，我们口中所说的这些神话，会不会根本就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他们会不会其实是一段被我们深深埋葬在记忆最底层的真实发生过的往事？于是他的人生发生了一个身边所有人都很难理解的转向。他不再只是低着头向下挖掘脚底下的泥土，他开始学着向内也向上去倾听一些他过去一定会嗤之以鼻的声音。他说他开始接收到来自昴宿星的讯息，请你一定要记住他特别强调的这一点。他说他接下来要告诉我们的这一切，并不是要你去相信有什么外星人开着闪闪发光的飞碟飞到地球上来搞东搞西，不是的，他真正想做的只有2个字：唤醒。他想唤醒的
是沉睡在我们每一个人血脉最深处的那一段早已被遗忘的记忆。因为他越来越确信一件事，他确信我们并不是第一次走到今天这样的十字路口，我们曾经来过这里，我们曾经亲手把一切搞砸过。那么卯宿星到底是什么？卯宿星人又到底是谁？如果你愿意，在一个没有光害的冬天的夜里，抬起头朝着金牛座的方向望过去，你会看到一小簇紧紧地挨在一起的蓝悠悠的星星，那就是卯宿星团。西方人习惯叫它七姐妹，天文学家给它的正式编号是梅西耶45。它距离我们大约444光年，是整个夜空里肉眼能够看见的最清晰也最迷人的一群星星。可是真正让人忍不住起一身鸡皮疙瘩的，并不是它有多么美丽，而是这样一个你怎么想都想不通的谜团，你知道吗？这个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全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卯宿星，而且绝大多数的文明都把它说成是七姐妹、七仙女、七位美丽的姑娘。古希腊人是这么说的，在他们的神话里，这七姐妹是扛着天空的巨神的女儿。远在中美洲的玛雅人、阿兹特克人也是这么说的，他们甚至用卯宿星的位置来校准他们神圣的历法。而在地球另一端，那片孤悬海外的大陆上，澳洲的原住民同样是这么说的。而这还远远不是全部，在日本，这一簇星星有一个你其实一定听过的名字，日本人把它叫做卯。没错，就是日本那一个著名的汽车品牌的名字。如果你仔细地看一看那一个品牌的标志，你会发现上面所画的正是这几颗蓝色的紧紧相依的卯宿之星。在古老的印度，这一簇星星被看成是6位天上的母亲，是他们共同哺育了印度神话当中那一位伟大的战神。而在遥远的北欧，在北美洲一个又一个的原住民部落里，从这一片大陆到那一片大陆，人们也同样世世代代地传唱着关于天上这几位姐妹的古老的故事，仿佛全人类早在文明还没有开始的蛮荒年代，就共同收到了同一封来自这一簇星星的信。可是问题就来了，我们今天用肉眼抬头去数一数，卯宿星团清清楚楚就只有6颗比较明亮的星。那么传说中消失的第7颗，那位离去的第7位姐妹到底去哪里了？为什么从欧洲到美洲，从亚洲到大洋洲，这些早在几万年前可能就已经分开，从此老死不相往来的人群，会共同拥有一个关于7姐妹，而且其中有一位悄悄离去的几乎一字不差的传说，这难道真的只是一个天大的巧合吗？说到这里，我们中国人其实也是这个古老谜团里非常重要的一份子。在我们老祖宗留下的28星宿当中，卯宿正是西方白虎7宿里的一宿。早在2000多年前，太史公司马迁就在《史记》的天官书里白纸黑字地写过，卯宿这颗星如果在天上显得格外明亮，那么往往就预示着人间将有刀兵之灾、战乱之祸。你看，在我们最古老的观星传统里，卯宿就和某种重大的影响着天下苍生的变局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而在我们耳熟能详的《西游记》里，有一位神仙，他只要对着那只凶猛的蝎子精引吭高啼几声，就能让对方立刻浑身酥软，现出原形，落荒而逃。这位神仙就叫做卯日星官，而他在天上的本相正是卯宿。他真正的模样是一只威风凛凛、光芒万丈的大公鸡。其实卯宿在我们华夏的古老智慧里还扮演着一个更加实际也更加根本的角色。早在尚书的尧典里就记载着上古的先民是如何抬起头仰观天上的星辰，来确定一年四季，安排农耕作息的。书里明明白白地写着日短星卯，以正仲冬，意思就是说，当白昼最短的那一段日子，黄昏时分，卯宿这颗星正好高高地挂在南方天空正中央的时候，那就标志着一年当中最寒冷的隆冬正式来临了。你看，在我们老祖宗的眼睛里，卯宿从来就不只是一颗遥远的星，它是天地运行的一个刻度，是季节更替的一个信号，是上天用来提醒人间该收该藏。
该静下来准备迎接下一个轮回的一支无形的指针。可是最让人玩味的，还在比这些更加古老、更加幽深的地方，在儒家流传下来的一部伪书《论语比考称》当中记载着这样一件奇事。书里说，曾经有来自卯宿的5位老者从天而降，向上古的圣王传下了来自上天的启示。你有没有觉得这实在是太奇妙了？卯宿这一簇远在444光年之外的星星，竟然在我们华夏文明最古老的典籍里扮演着一个从天而降，向人间传递最高智慧的神圣的角色。如果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河图洛书这些被历代视为中华文明源头的神秘到极点的图案符号上，甚至有人大胆地猜测，那些谁也看不懂的图案，会不会也和某一种来自遥远星空的传讯，有着我们至今都还没能参透的关联？从东方到西方，从蛮荒的原始部落到我们最精深的古老典籍，全人类仿佛都在用自己的语言反反复复地诉说着同一件事。我们和那一簇遥远的星星之间，似乎真的有着某种斩不断的古老的牵连。那么按照这位前考古学家所接收到的卯宿星讯息的说法，卯宿星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群存在呢？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卯宿星人是宇宙创世之初最早诞生的种族之一，他们的振动频率高到我们难以想象，他们存在于一个远远超出我们3维世界的极高的维度当中。他们长得高大纤瘦，皮肤白皙，有着一头金色的长发，还有一双美丽的带着淡淡紫罗兰色泽的眼睛。听到紫色的眼睛，你可能会忍不住笑出来。这世界上真的会有人天生长着一双紫色的眼睛吗？有趣的是，据说就在我们这颗蓝色的星球上，确实存在着几百位天生就拥有紫色眼瞳的人，而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就是那位早已成为一代传奇的好莱坞绝世美人。传说她那一双会随着光线的明暗，在紫色与深蓝之间流转变换的眼睛，正是某种来自星空的古老血脉的印记。关于卯宿星人是怎么来到地球的，还流传着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位毕生研究深度催眠的研究者从他的个案口中一点一点还原出来的。故事说，在很久以前，遥远的卯宿星上曾经爆发过一场巨大的冲突，对立的2大阵营手里都握着可以在瞬间摧毁整个星球的毁灭性的武器。就在那千钧一发，整个文明都即将同归于尽的时刻，其中一派选择了退让，他们愿意离开故乡，搬到别的星球去生活。于是他们建造了5艘巨大无比的太空飞船，飞船上配备着能够长久运转的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载着他们飞向了茫茫的宇宙。据说他们最后降落的地方就在我们地球靠近北极圈的一片土地上。你听出来了吗？这个古老的关于卯宿星人因为一场差点毁灭一切的冲突而被迫远走他乡的故事，是不是隐隐约和我们接下来要说的那座传奇大陆的命运有着某种令人不安的相似的影子？当然，这些听起来都像是一个又一个浪漫而遥远的神话，可是这位前考古学家想反问我们的恰恰就是这一点。他说，如果这真的只是神话，那么请你告诉我，为什么全人类会做着同一个梦？为什么分隔在地球各个角落，素未谋面的我们，灵魂深处会藏着同一段记忆？说到这里，我们的故事就要从遥远的天上慢慢地落回到地面上来了，落回到那一座所有人都听过它的名字，却从来没有人真正找到过它的传奇的大陆。它的名字叫做亚特兰蒂斯。最早把亚特兰蒂斯这个名字讲给整个世界听的是2000多年前那位被称为西方哲学之祖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晚年的2部对话录里，他极为认真地描述了一个位于直布罗陀海峡以西那片辽阔大海正中央的强大的岛屿之国。那是一个美到让人窒息的国度，整座都城由一圈一圈的同心圆环构成，陆地与海水交错环绕，越是靠近最中心，身份就越是尊贵，地方就越是神圣。他们拥有当时举世无双的航海技术，
他们的疆域曾经横跨欧洲与非洲的大片土地，他们有着数也数不清的金银财宝，有着精巧到让后人完全无法想象的建筑。传说他们的神庙屋顶上镀着厚厚的黄金，当海风吹过，当温度变化，那些金色的圆顶竟然会发出和谐动听的仿佛音乐一般的声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辉煌到了极点的帝国，最终却因为它一步一步地走向了腐化，走向了贪婪。而在大约12000年前的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地震和滔天洪水当中，在短短一个昼夜之间，整个地沉入了茫茫的海底。柏拉图一再强调这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可是几千年来，又有多少人把它当成了一个寓言，当成了柏拉图这位老人家为了讲一个治国的大道理而精心编出来的美丽的童话。但是到了上一个世纪，有一个人让亚特兰蒂斯重新活了过来，这个人就是被后世称为沉睡先知的美国人凯西。据说凯西拥有一种非常神奇的能力，他能够让自己进入一种类似深度睡眠的催眠状态，然后在那个状态里看见遥远的过去，看见一个人累生累世的前世今生。在他一生留下的多达上万次的解读记录当中，竟然有好几百次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地方——亚特兰蒂斯。更让人吃惊的是，凯西所描述的亚特兰蒂斯彻彻底底地颠覆了我们所有人的想象。他说，那是地球上第一个真正伟大的文明，而它的科技水平甚至比我们今天还要先进。他说，他们拥有能够在天空中自由飞行的工具，拥有能够潜入深海的船只，拥有一种类似于我们今天电视一样的广播系统，甚至他们还拥有类似于电脑一样的神奇的装置，而支撑起这一整套辉煌到不可思议的科技文明的那个最核心的能源，你猜是什么？是水晶。是的，你没有听错，是水晶。凯西说，亚特兰蒂斯人掌握了一种驾驭水晶能量的惊人的技术。在他们的文明当中，有一块被称为伟大水晶或者火石的巨大无比的晶体，这块水晶能够收集，能够聚焦，并且能够传输来自遥远宇宙深处的能量。这种能量干净、环保，而且强大到没有极限。它可以瞬间点亮整座的城市，可以驱动所有的机器，可以让人们在陆地上、在海洋里，甚至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往来穿行。据说这一块神奇的水晶被安置在一座特别的殿堂的正中央，那座殿堂的顶端可以缓缓地开合，好让水晶能够承接来自天上的源源不绝的能量。它就像是整个亚特兰蒂斯文明的那一颗不停跳动着的心脏，它所聚集起来的那一股无比强大的能量，在透过某种我们今天还完全无法理解的方式，被输送到这一片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可是凯西也一再的反复的警告，他说，这一块水晶的能量实在是太强大，太强大了，强大到只要稍微一点点的失衡，稍微一点点的误用，就足以酿成无法收拾的滔天的大祸。能力越是巨大，那一份藏在能力背后的可能会带来的灾难也就越是骇人。而这一个道理，无论是在1万多年前的亚特兰蒂斯，还是在我们今天，其实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而在那一段被称为黄金时代的最美好的岁月里，整个亚特兰蒂斯是由一个叫做伊织律法的群体所共同引领的。这个伊织律法的群体达到了地球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最高的意识境界，他们的内心深深地明白着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万物一体。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天地之间所有的生命都是彼此紧密相连的，从来就不是孤立的个体。任何一个人的所作所为都会像一颗石子投进湖面一样，荡起一圈一圈的涟漪，影响着整体，影响着万物。所以他们敬畏自然，他们顺应着宇宙运行的法则，他们活在爱里，活在和谐里，活在一种与天地万物深深相融的状态里。那是我们人类的灵魂曾经攀登上去过的最光明、最壮丽的一座高峰。据说就在那一段最美好的岁月里，亚特兰蒂斯人甚至建造起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专门用来疗愈身心的神殿。在那一些神殿当中，
他们运用水晶的能量，运用声音的震动，运用光与色彩，来细细地调整一个人身体的频率，来修复病痛，来抚慰心灵。一个人走进去的时候，也许还带着满身的疲惫与创伤，可是当他再走出来的时候，整个人却仿佛已经焕然一新，由内而外重新焕发出了光彩。那是一种我们今天的医学做梦都还想象不到的，把身体、心灵与整个宇宙的能量彻底融为一体的无比古老的智慧。可是天堂为什么会坠落？这正是这位前考古学家要我们所有人都牢牢记在心里的最关键的一段。凯西说，随着一年又一年的岁月流转，随着物质的享受越来越丰盛，亚特兰蒂斯渐渐地分裂成了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一股力量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医治律法，他们始终坚持要用一种神圣的、合乎自然法则的方式去守护脚下这片土地。他们选择的是爱，选择的是合一，选择的是分享。而另外一股力量被称为贝利亚之子，他们的内心所追求的是物质，是享乐，是无止境的权利，是要把一切都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里。于是那一幕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悲剧开始了。那一块原本被用来疗愈病痛，被用来照亮黑夜，被用来造福天下苍生的神圣的水晶，被一步一步地悄悄改变了它的方向。它开始被用来制造武器，它开始被改造成一种可以在瞬间摧毁一切的恐怖的死亡射线。它开始被用来去征服，去威慑，去统治整个世界。而比这还要更加可怕的是另一件事。凯西说，贝利亚之子动用了基因工程的力量，他们刻意地制造出了一批又一批没有灵魂的尊严，没有自己的意志，只能像牲口一样任由他们驱使的奴工。据说这一些被硬生生制造出来的可怜的生命，到了后来，有的甚至已经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的模样，他们的身上混杂着一些动物的特征，他们被彻底地当成了纯粹的工具，纯粹的劳动力，日复一日地被奴役着，被驱使着，却从来没有人肯把他们当成一个真正的有尊严的生命来看待。贪婪、欲望、傲慢、自私，就像一场无法控制的瘟疫，在这片曾经无比圣洁的土地上疯狂地蔓延开来。依之律法的人们，因为他们天性爱好和平，因为他们诚实、善良，毫不设防，反而被贝利亚之子用尽了种种阴险的算计，种种精心编织的谎言，一步一步地夺走了对那块伟大水晶的控制权。而当这一股已经强大到完全失控的能量被彻底用在了纯粹自私自利的目的上的时候，整片大陆的能量场再也支撑不住了，它彻底地失衡了。凯西说，接下来就是大地发出了它愤怒的怒吼，是剧烈的一波接着一波的大地震，是骇人听闻的足以撕裂天地的大爆炸，是整个地球的地轴发生了偏移。据说在这一切彻底发生之前，上天其实已经给过了一次又一次充分的警告，也确实有一部分还保持着清醒与良知的亚特兰蒂斯人听从了警告，提前逃离了那片即将沉没的土地。他们有的去了古老的埃及，有的去了遥远的中南美洲的尤加敦半岛，把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所背负的记忆，像火种一样带向了世界各地。但是那一片曾经辉煌到无与伦比的伟大的大陆，最终还是一寸一寸地无可挽回的沉没进了那一片吞噬一切的茫茫的大海。凯西还说过一件特别发人深省的事，其实亚特兰蒂斯的毁灭并不是一夕之间突然就发生的，在那最终的彻底的沉没到来之前，这一片大陆其实已经先后经历过好几次规模比较小的巨变与崩塌，而每一次的灾难其实都是上天送来的一记沉重的警钟，都是在苦口婆心的一遍又一遍的提醒着他们，回头吧，改变吧，别再这样继续走下去了。可是一次又一次，他们在灾难刚刚过去之后，伤疤都还没有好，就忘了疼，很快又一头栽回了原来那一条通往毁灭的老路上，直到最后的那一次，再也没有留下任何挽回的余地。你看，毁灭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的，它总是在一次又一次被我们亲手忽略掉的警告之后，才终于
无声无息地走到我们面前。这个故事真正可怕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它的结局有多么的惨烈，而在于它背后所藏着的那一个冰冷的让人发抖的道理。一个文明，当它的科技力量远远地跑到了它的精神成熟度的前面的时候，当它选择了权力而背弃了爱的时候，当它选择了分裂而彻底忘记了万物一体的时候，那么它就一定会亲手毁掉它自己。这从来都不是一场上天降下的天灾，这是一群人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一点一点地为自己，也为所有人亲手设计出来的一场彻彻底底的毁灭。而凯西还说了一句比这一切都更加让人不寒而栗的话。他说，当年那一些曾经在亚特兰蒂斯辉煌过，也堕落过，最终一起沉入海底的灵魂，如今正一批又一批的重新投生，回到了我们这一个时代。你听懂了吗？这位前考古学家之所以一再强调这是来自昴宿星的最高级别的警告，正是因为那4个沉甸甸的字，悲剧重演。现在就让我们把1万多年前亚特兰蒂斯的那一出剧本和我们此刻正身处其中的2026年一幕一幕的仔仔细细对照一下。我向你保证，你会发现一种让你头皮发麻、后背发凉的惊人的相似。当年他们把那一块神圣的水晶能量变成了足以摧毁整片大陆的死亡射线，那么今天的我们呢？我们的手里此刻正握着足以把我们整个地球彻底毁灭，还不止一次，而是好几十次的核子武器。我们正在打造的是越来越聪明，聪明到甚至已经开始可以自己做出判断、自己做出决定的自动化的杀戮武器。当年他们用基因工程制造出了没有自由的奴工，那么今天的我们呢？我们不但同样的已经站在了可以随意改写生命密码的那一道危险的门槛上，我们甚至还亲手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前所未有的存在。那些越来越强大的人工智慧，那些无时无刻不在计算着你的喜好、揣摩着你的心思、悄悄引导着你每一个选择的演算法。可是这里藏着一个最辛辣也最讽刺的问题，到底是谁在奴役谁？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地低着头，被手里那一块小小的发光的荧幕牢牢地抓住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当我们被无数的数据喂养着，当我们被无数的讯息推着、搡着，身不由己地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其实才正是那一批活在新时代里的心甘情愿甚至浑然不觉的奴工？当年的亚特兰蒂斯人到了最后，因为那一份失控的贪婪，彻底地破坏了他们脚下那一片土地的平衡。那么今天的我们呢？我们为了无止境的欲望，砍光了一片又一片的森林，我们眼睁睁地让无数的物种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前永永远远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们把天空熏黑，把原本湛蓝的海洋填满了我们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垃圾，我们让整个地球的气候都开始变得越来越极端，越来越反常。我们是不是也正在用我们自己的这一双手，一步一步地摇晃着我们唯一的这一个家园？那一份原本脆弱无比的平衡，其实早在好几十年前就已经有人转述过来自昴宿星的另外一则警告。那一则警告谈到了一个叫做机器王国的未来。那一则警告说，这个世界正在一分为二，在一边是越来越多的人一股脑地涌进那一座座巨大的城市，他们把科技变成了一种近乎成瘾的、再也离不开的、赖以为生的东西。他们活在一张由电子讯号密密麻麻编织而成的巨大的网里，而在另一边是一群已经彻底受够了的人，他们选择了离开，他们回到乡野，回到土地，回到山林，重新和大自然，也和他们自己内在那一个更深沉、更安静、更有灵性的部分连结了起来。一边是拼命的向外，沉迷于那一张看得见的网，另一边是安静的向内，回归于那一张看不见的网。你有没有发现，这一个好几十年前就已经被说出口的预言，此时此刻正在我们所有人的眼前活生生的一字不差地上演着。当年的亚特兰蒂斯人到了最后选择了物质，背弃了精神，那么今天的我们
又把什么供奉在了我们心里的那一座神坛之上？是财富吗？是地位吗？是那一个又一个的数字吗？是那一份无论怎么填都永远填不满的欲望吗？当年的亚特兰蒂斯人到了最后彻底忘记了万物一体。那么今天的我们环顾四周，又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深的对立，是越来越激烈的冲突，是一道又一道把人和人，把家庭和家庭，把国家和国家不断的切割开来，撕裂开来的无处不在的分裂。所以这位前考古学家对我们说，看清楚了吗？我们就是当年的亚特兰蒂斯人，我们带着上一次那一场惨痛失败的记忆，重新投生回到了这里。命运就像一个巨大的永不停歇的轮回，把我们重新带回了那一个一模一样的考场，然后发给了我们一张一模一样的考卷。而这一张考卷上其实只有一道题目，这一次我们会不会做出和上一次不一样的选择？所谓的最高级别的警告，说的就是这一件事。我们又一次站在了那一道一模一样的万丈悬崖的边上，而这一次留给我们的时间的窗口正在飞快地关上。那么这一场被预言将会在2027年的春分正式到来的终极的大分化到底是什么？它会不会又像1万多年前的亚特兰蒂斯那样，是一场山崩地裂、大陆沉没的物理上的浩劫？关于这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参考另外一个曾经影响了非常多人的说法，我们刚刚提到过的那一位毕生都在研究深度催眠的研究者，他在替成千上万的人进行深度的催眠回溯的过程当中，反反复复地听到了一个惊人的讯息。他把这个讯息称为2个地球的分裂。请你一定要注意，他特别的强调，他说这一场分裂并不是物理上的，我们的地球并不会真的裂成2半，它所要分开的不是土地，不是山河，它所要分开的是频率，是震动，是2条截然不同的时间线。他说，我们的地球此时此刻正在不断地提升着它自己的振动频率，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渐渐地分化出2个地球，一个是旧的地球，它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比较沉重的震动里，在那里充满了恐惧，充满了冲突，充满了彼此的分离。另一个是新的地球，它正在扬升到一个更高的频率，在那里是爱，是合一，是彻底的觉醒。而这里藏着最关键的一点，一个人他究竟会去到哪一个地球，靠的不是你买了一张什么样的船票，也不是你拼命地跑到了地球上哪一个你以为安全的角落躲了起来，靠的是你内在的频率，是你在每一个当下所选择的究竟是爱还是恐惧。那一些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提升自己振动频率的人，会继续留在旧地球的轨道上，继续去经历他们自己所选择的那一个现实。而那一些能够把自己的心彻底打开，能够把自己的频率真正扬升起来的人，则会随着新的地球一起进入一个全新的维度。有一些说法把这一场巨大的转变形容成从一个3维的世界进入一个5维的世界。3维的世界是被分离和恐惧所主导的，而5维的世界是被合一和爱所主导的。据说正是为了协助这一场无比宏大的转变，有许许多多原本来自更高次元的光的灵魂，自愿地选择投生到了我们这一个最动荡也最关键的时代。他们被称为志愿者。关于这些志愿者，还有一个更加细致的说法，据说他们是分成3大波，陆陆续续来到地球的。最早的那一波，如今年纪都已经比较大了，他们往往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最不能忍受这个世界上的暴力、欺骗与种种的丑陋。他们打从心底感到困惑，他们始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要这样彼此地伤害，彼此地算计。在他们的心里，最常涌起的是一种深深的想要回家的渴望，尽管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那一个让他们魂牵梦萦的家究竟在哪里。据说这第一波的人，这一生往往走得最辛苦，因为他们是第一批前来探路的，他们要在这一片沉重的土地上亲手为后面的人硬生生地趟出一条路来。而第二波的志愿者则要安静得多，他们不太需要去做些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据说他们光是安安静静地存在在那里，就已经像一座座沉默的灯塔，
像一根根伸向天空的天线，在默默地向着四周散发着一种疗愈的、安定人心的能量。他们常常更喜欢独处，不太爱去凑那些热闹。可是说也奇怪，只要有他们在的地方，周围的人就会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安心与平静。至于第三波，那就是这些年来陆陆续续来到我们身边的那一些新的孩子。据说他们从一出生开始，身上所携带着的能量就已经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了。他们仿佛天生就带着新地球的密码而来，他们是为了那一个全新的世界而提前准备好、提前送来的最新的一批种子。我想在这里轻轻地问你一句，你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奇怪的感觉？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你就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好像和这个世界有那么一点点格格不入。你看着周遭的那些暴力、那些丑陋、那些冷漠、那些算计，会打从心底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不舒服。你会莫名其妙地涌起一股淡淡的乡愁，一种深深的想要回家的渴望。可是你又根本说不清楚，那一个让你魂牵梦萦的家到底在哪里。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一种感觉，那么也许这并不是因为你太敏感、太脆弱、太不合群，也许这恰恰是因为你正是那一些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自愿赶来的光的灵魂其中的一个。其实，如果你愿意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一场关于人类即将迎来巨大转变的讯息，从来就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说法独家的专利。在这个地球上，许许多多古老的民族，仿佛都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诉说着同一个关于转变、关于分化、关于一个旧世界的结束与一个新世界的开始的古老的预言。在北美洲，古老的霍皮族世世代代地流传着一个关于进化之日的预言。他们说，我们如今所身处的这一个世界已经是第4个世界了，而在我们之前的那3个世界，全都因为人类的堕落，因为人类忘记了自己与天地之间的那一份和谐，而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彻底毁灭掉了。他们说，当进化之日到来的那一天，那些守住了自己的内心，守住了与大自然之间连结的人，将会跟随着一起进入一个全新的第5个世界。在中美洲创造出了精密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历法的玛雅人，同样相信我们正活在一个又一个太阳纪的轮回当中。每个太阳纪的结束都伴随着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变动，然后一个全新的纪元又会紧接着重新展开。而在古老的东方，印度的智者们把时间看成是一个巨大的循环往复的车轮。他们说，我们如今正活在一个被称为末法的最为黑暗、道德也最为沦丧的年代里。可是他们也同样的说，每当黑暗到达了极致，当这一个漫长的循环走到了它的尽头，一个全新的光明的黄金时代就一定会重新降临。你看，从美洲的原住民到玛雅的祭司，再到古老东方的智慧，他们明明素未谋面，明明彼此相隔万里，却仿佛都在异口同声地向着今天的我们传递着同一个讯息。一个旧的时代正在走向它的终点，而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在我们所有人的脚下悄悄地酝酿着它的诞生。那么这一切为什么偏偏会是2027年的春分？春分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时刻，在那一天，太阳刚好直射在地球的赤道上，于是在那一天，全世界的白昼与黑夜几乎完完全全相等，光明与黑暗在那一个瞬间达到了一种最完美的平衡。它就像是一道宇宙的门槛，又像是一架天平归于零点的那一个最微妙的支点。这位前考古学家说，2027年的那一个春分将会是这一场大分化变得再也无法回头的那一个临界点。在那一天之前，2条时间线都还只是在悄悄的、缓缓的分叉，而在那一天之后，这2条时间线将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的朝着2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彻底的分开。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更加的紧张了。你会想，既然这么重要的、这么决定命运的时刻就在眼前，那么我到底该做些什么才能赶得上那一班开往新地球的列车？可是
还记得吗？这位前考古学家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一句最奇怪也最让人心里发毛的话。他说，其实藏在你我灵魂最深处的那一个抉择的时刻，早就已经悄悄地过去了。这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所谓的抉择，从来就不是某一个你会在日历上郑重其事地圈起来的未来的某一天，你才会去做的一个决定。真正的抉择是你的灵魂。在过去那无数个平凡得再也平凡不过的日子里，在每一个微不足道，甚至你自己都根本不会去留意的小小的瞬间里，一点一滴，悄无声息地累积出来的那一个总的方向。当你面对一件事，你选择的是爱还是恐惧？当你面对一个人，你选择的是连结还是切割？当你面对一个诱惑，你选择的是分享还是贪婪？当你面对一个比你弱小的生命，你选择的是慈悲还是践踏？这一些看起来毫不起眼，转眼就忘的选择，他们每一个，其实都是你在为你自己灵魂的频率悄悄地投下的一票。所以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说，那一个决定你命运的最终的抉择，其实早就已经在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活法里头，被你自己亲手做下了。2027年的那一个春分，不过是这一个公正无比的宇宙，按照你早就已经做下的那一个选择，把每一个人轻轻地安放到他真正该去的那一个地方而已。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心里一沉，甚至涌起一丝丝的绝望？别急，因为这一个故事最温柔、最慈悲的地方，恰恰就藏在这里。是的，那一个大的方向，可能早就已经在你过去的生命里渐渐地定了型。可是你千万别忘了，我们的手上此刻还握着整整9个月的时间，那一扇门还没有完全关上。在这最后的9个月里，你依然有机会去重新确认，甚至去亲手改写你自己的方向。你在这一段特殊的日子里所做下的每一个有意识的、清醒的选择，它的分量都比过去任何时候要重得太多太多。过去也许你是在浑浑噩噩、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投下了你的票，但是从现在，从你听懂了这一切的这一刻开始，你手里的每一票都将是你睁大了双眼，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投下的。这就是留给我们的最后的恩典。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做？这位前考古学家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其实非常朴素，他一点也不玄虚。第一，把恐惧放下。据说恐惧是这个世界上振动频率最低、最沉重的东西，它会像一条无形的锁链，牢牢地把你按在那一个旧地球的轨道上。而爱是这个世界上振动频率最高、最轻盈的东西，所以请你尽你最大的努力，在每一个可以选择的当下，去选择爱，而不是恐惧；去选择相信，而不是怀疑；去选择温柔，而不是冷漠。第二，学着放下，放下那一些压在你心头许多年的怨恨，放下那一些正在一点一点拖垮你的习惯，放下那一些其实早就应该说再见的执着。他们每一个都是一条把你紧紧地绑在那一个旧地球上的沉重的铁锚。第三，回到简单，回到自然，从那一张看不见尽头的由银幕和讯息密密麻麻编织而成的巨大的网里偶尔走出来，去看一看头顶上的天空，去摸一摸路边的树木，去静下心，听一听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第四，去服务，去付出，去爱人。因为当你真心实意地为别人付出的那一个瞬间，你正在重新记起那一个被当年的亚特兰蒂斯人彻底遗忘了的最古老也最珍贵的真理：万物一体。他还特别地提醒我们，不要被那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天大的事情夺走了你内在的那一份平静。经济的起起伏伏，政治的吵吵闹闹，新闻里每一天都在上演的种种混乱与不安，在这一场无比宏大的转变面前，这一切其实都只是一层又一层的幻象而已。你不需要去拉着每一个人都和你一起走，你也根本拉不动。你只需要把你自己心里的那一盏灯好好的点亮。那一些真正准备好了的人，自然会循着你的光找到他们自己的路。也许你会问，凭我这样一个小小的、再平凡不过的人，我内心那一点点微弱的光，难道真的能够改变什么吗？这位前考古学家会这样回答你：
你还记得吗？哪怕只是一根小小的火柴，它的光虽然微弱，却足以在最深最浓的黑暗里被千里之外的眼睛一眼看见。你内在的每一次转变，你每一次选择了爱而不是恐惧，你每一次选择了宽恕而不是怨恨，其实都在悄悄地提升着我们整个地球的震动。你以为你只不过是在改变你自己一个人，可是事实上，你正在参与着的是一场关乎全人类命运的无比宏大的工程。朋友，讲到这里，让我们最后再一次回到那一个画面。1万多年前，我们曾经站在一片金光灿烂的大陆之上，我们拥有过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一切，最先进的科技，最丰饶的财富，最接近神的力量。可是就在那一个最关键的路口，我们选错了。我们选择了权力，我们选择了贪婪，我们选择了彼此的分裂，然后我们就眼睁睁地亲眼看着那一切，连同我们自己一起沉入了那一片冰冷黑暗的大海。而现在1万多年过去了，那一道一模一样的考题又一次静静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天上那7位姐妹，那一簇从古希腊到玛雅，从澳洲的原住民，一直到我们中国最古老的典籍，几千年几万年，从来没有停止过默默守望着我们的卯宿之星。据说正在透过这样一位最不可能的，曾经只相信泥土和骨头的前考古学家，赶在那一扇门彻底关上之前，给我们送来最后一次的提醒。倒数9个月，2027年的春分，一场终极的大分化。这位前考古学家说，真正的问题从来都不是这一切会不会到来，真正的问题是，当那一天真正来临，你会在哪一个地球上睁开你的双眼？而这一个问题的答案，他说，此刻正在你自己内心最安静的那一个角落里，悄悄地成型。上周六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了一次惊人的空袭行动，直接斩首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以及数十名高层领导人。当时哈梅内伊与他的将军们正在德黑兰市中心一栋大楼内秘密开会，美军提供精确情报，以军战机携带精确制导弹药突然在白天发动打击，几枚导弹几乎同一时间击中会议地点，把伊朗最高层一网打尽。哈梅内伊当场被击毙，其家人和多名核心幕僚也一同遇袭丧生。在短短几十秒内，伊朗政权的金字塔顶端就被连根拔起。消息传出后，美国前总统川普立刻高调宣布，历史上最邪恶的人之一哈梅内伊已经当场死亡。但这次行动不是入侵，而是解放。美国将帮助伊朗人民夺回自己的国家，伊朗人民的自由时刻到了。伊朗国内许多民众得知这个消息后反响热烈，无数人涌上街头狂欢庆祝，甚至在伊朗军队和警察内部都有人开始悄悄与美方接触，寻求豁免与新政府的合作机会。看来，在经历了几十年高压统治之后，不少伊朗人真心盼望着变天的一刻。那么，作为世界公认邪恶轴心之一的伊朗，其政教合一的独裁政权会就此倒台吗？如果倒台，整个中东乃至世界格局将出现怎样的变化呢？更令人震撼的是，这一系列巨变似乎早已被预言所描述。我们不妨来看看预言是怎么说的。事情的发展几乎完全印证了一位英国预言家的说法。去年6月，美军代号午夜之锤的行动精准摧毁了伊朗的一处重要核设施。在那之后，英国知名通灵预言家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就曾预言，伊朗将面临经济崩溃、恶性通货膨胀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政府会升级镇压，局势会越来越紧张，最终会爆发一场来自内部高层的暗杀行动，其目标是推翻现有神权政权。帕克断言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会消失。他特别指出2026年3月是关键时间点，届时会看到非常有针对性的攻击，不仅针对领导层，还包括对剩余核设施的打击。现在回头看，帕克这段预言真是惊人的准确。伊朗经济的确在过去1年迅速恶化，通胀率高达 42%， 里亚尔汇率暴跌，一般民众连面包都买不起。去年底以来，全国各地爆发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抗议和罢工浪潮，要求政权改革甚至更替。伊朗当局试图用强硬手段镇压，据传造成超过3万名示威者丧生。
血流成河。然而高压并未让局势平息，反而激起体制内有良知者的不满。终于有人坐不住了。据说正是伊朗内部高层的知情者向美以联军暗中通风报信，提供了哈梅内伊等人那天开会的准确地点和行程。在里应外合之下，美以才能如此精准地发动这次斩首行动。从帕克的角度看，这完全可以说是一场来自内部高层的暗杀，而行动发生的时间点也几乎恰好对应了他预言中的2026年3月关键点。因为伊朗方面正式对外宣布哈梅内伊的死讯时，已经是3月1日了。帕克预言中的每一细节都和现实丝丝入扣，不能不让人脊背发凉，感叹一句，有时候这预言准得真叫人害怕。那么这场震撼世界的斩首之后，事态将如何发展呢？帕克预言说，在第一阶段的领导人被除掉之后，伊朗还将经历一段动荡的过渡期，相当于第2阶段的革命。这期间，社会内部的混乱和派系争斗会进一步加剧，但同时一种古老的波斯精神将被重新唤醒，极端伊斯兰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影响将开始消退。最终，伊朗将爆发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浪潮，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政府，国家走向复兴，回归传统价值，迈向更加民主开明的体制。更神奇的是，帕克透过他的远视能力还看到，在伊朗动荡之后的过渡期中，会出现一位谜样的女性领袖。这位神秘女子是一名成熟的女性，年纪可能不小了，但非常有能力。她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家，而更像是女性力量崛起的象征，或者说是一场女性解放运动的化身。据帕克描述，这位女性领袖带有强烈的艺术家气质，举手投足透着灵性与神秘感。她将与一位年轻的男性领袖携手合作，共同引领伊朗度过动乱的过渡期，化解伊朗内部各宗教派别之间数千年的恩怨与冲突。在这位女性力量的参与下，帕克看见未来的伊朗进入了一个希望阶段，女性权力大幅提升，经济迅速复苏，社会变得更自由开放。他甚至看到人们走上街头挥舞着红黄两色的旗帜，那红底金狮的旗帜正是昔日波斯帝国，也就是巴列维王朝时期的国旗。人群在呼唤王权的回归，似乎渴望恢复过去君主立宪的荣光。整个国家开始重新认同自己古老的文化与身份，这正是帕克口中的波斯精神重新觉醒的体现。听到这里，不禁让人好奇，伊朗和古老的波斯帝国究竟有何渊源？帕克提到的波斯精神到底指什么呢？还有，他预言中的神秘女子会不会与中国武侠小说里鼎鼎大名的波斯圣女有什么神秘联系？小昭的传人要出现了吗？大家不妨发挥想象，开开脑洞。其实许多人不知道，伊朗在近代以前的名字并不叫伊朗，古时候它被称为波斯，那里的人自称波斯人。直到1935年巴列维国王才要求各国改称它为伊朗，但许多海外的伊朗人至今仍亲切地自称波斯人。波斯文明的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和中华文明一样古老灿烂。更重要的是，波斯人传统上的信仰并不是今天这样的极端伊斯兰教，波斯古老的本土宗教是拜火教、祆教，也就是金庸小说中明教的原型。它的核心教义可以用3个善字概括：善念、善言、善行。简单说就是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因此拜火教也被称作善良的宗教。这种强调良善与宽容的信仰，就是帕克所说的古老波斯精神的精髓。而伊斯兰教对波斯来说，其实是外来入侵者的宗教。现在统治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建立的神权政体。在那之前，伊朗经历的是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国号依然叫波斯帝国。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社会相当开明世俗，女性可以穿短裙接受高等教育，民众享有较多自由，外交上也亲近西方，甚至和以色列保持着友好关系。那时的伊朗曾是中东地区少见的非阿拉伯盟友国，很难想象现在针锋相对、势同水火的以色列和伊朗，在半个世纪前竟是交好互信的伙伴吧。只可惜1979年革命之后，伊朗进入神权独裁的黑暗时代，一切都改变了。虽然至今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
但许多伊朗人依然怀念着从前那段比较自由富足的好日子。这次哈梅内伊被击毙，伊朗局势巨变之后，我们看到相当多伊朗民众表达了对川普的感激之情。有人甚至把川普和历史上的居鲁士大帝相提并论，认为川普将成为拯救伊朗、重建中东秩序的关键人物，更可能帮助以色列重建第三圣殿，迎接救世主弥赛亚的再次降临。大家可能要问了，居鲁士大帝何许人也，竟能和耶稣基督相媲美？为什么说他能帮助重建圣殿，迎来弥赛亚呢？这就要从2500年前的一段历史说起。居鲁士 Cyrus 是古波斯帝国最著名的君王之一，以仁慈宽厚著称，同时他也是唯一一位被圣经授予最高荣誉耶和华的受膏者的非犹太人。受膏者在希伯来语中念作弥赛亚 Mashiach， 在古希腊语中译作基督 Christos， 原指被神赐予权柄和使命的人物，比如以色列的大卫王就被先知高立为受膏者。后来这个称号逐渐专指上帝应许的救世主，所以受膏者这个词对犹太人而言是无比崇高的赞誉。那摩居鲁士凭什么能得到这个几乎与救世主等同的称号呢？原因就在于他帮助犹太人重建了第二圣殿。故事回溯到更久远的年代，大约3300年前，圣经记载的先知摩西带领被奴役的希伯来人出埃及，重返祖先之地迦南，也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在旷野漂泊途中，上帝耶和华在西奈山赐给摩西2块石板，上面刻着被称为十诫的律法，包括了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等做人处事的基本道德戒律。犹太人将十诫奉为神圣的盟约，他们为了妥善保存这2块石板，制作了一只华美无比的金木圣柜来盛放石板，这就是传说中的约柜。约柜在犹太人眼中至高无上，被视为上帝同以色列人同在的象征。后来，犹太人在迦南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约公元前1000年，大卫王之子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修建了一座宏伟的圣殿，将约柜安放在殿内至圣所，供奉敬拜上帝。这座由所罗门所建的，就是第一圣殿。可惜好景不长，大约500年后，以色列人逐渐偏离了十诫，道德沦丧，不再敬畏神，结果招致灾祸。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帝国入侵耶路撒冷，彻底毁坏了第一圣殿，传国宝物约柜也在那时下落不明。大量犹太人被掳掠到巴比伦，沦为奴仆，开始了所谓巴比伦之囚的苦难时期。又过了70年，波斯的居鲁士大帝粉墨登场了，他率领波斯军队征服了巴比伦帝国，不仅将被掳的犹太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允许他们返回故土重建家园，还主动资助他们重建圣殿。可以说，没有居鲁士，就没有犹太人的第二圣殿。犹太民族对这位异族君王的恩德感激涕零，于是破例用他们的最高荣誉头衔受膏者来尊称居鲁士，视他为上帝拣选的器皿。在犹太人的信仰体系中，这是非犹太人所能获得的最高评价了。又过了约500年，犹太人历史上再度犯下滔天大错，他们不仅没有相信上帝派来的弥赛亚耶稣，反而将其钉死在十字架上。这被视为犹太民族的巨大背叛与堕落，最终导致上帝的震怒。公元70年，罗马帝国摧毁了第二圣殿，耶路撒冷满目疮痍，犹太人被赶出故土，开始漫长的流散岁月。此后2000年，犹太人亡国流离，圣殿不复存在。然而上帝是仁慈的，圣经的末世预言中说，在最后的日子，弥赛亚降临之时，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将重返家园，建立国家，圣殿也将再次重建。这未来的圣殿被称作第三圣殿。犹太人复国曾经被视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毕竟历史上从没有哪个消亡了2000年的国家还能死而复生。但1948年以色列奇迹般的复国了。以色列人重建家园后，心心念念的头等大事之一就是要在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第三座圣殿，因为按照预言，那将标志着弥赛亚时代的开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圣殿研究所 Temple Institute， 从事重建圣殿的各种筹备工作，培训祭司，按照圣经指示制造圣殿所需的器具与乐器，收集相关文物等等。一些看似不可思议的预兆也陆续出现了。比方说，2022年，
他们成功培育出了5头纯正无瑕的红母牛。要知道，通体毛色红褐且毫无杂毛的母牛极其罕见，但圣经明确记载，献祭红母牛所得的洁净灰是重建圣殿进行仪式洁净的关键条件。因此，红母牛的出现被很多预言研究者视为圣殿即将重建的重要天兆之一。如今红母牛都有了种种准备，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么问题来了，圣殿可以重建，但存放在圣殿核心至圣所内的约柜呢？它可是圣殿的心脏，没有约柜，再雄伟的圣殿也是空有其表的壳子。然而约柜自从2500年前消失后，就从未重现人间。犹太人虽然深信约柜还在人世间某处，但究竟在哪里，始终是个谜。现在有谁能找到这上帝的圣柜吗？出乎意料的是，有迹象显示约柜可能已经被找到，而找到它的不是别人，正是拥有各种黑科技的美国人。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曾启动过一项高度机密的超长计划，代号为太阳光束计划 Project Sunstreak。 这个任务利用具有遥视能力的特异功能人员远程探测隐蔽目标。所谓遥视，就是超越时空限制观看远方事物的能力。在2000年，一份 CIA 解密报告显示，传说中的约柜被遥视者找到了。参与实验的是一位编号为032的遥视者，他事先并不知道要观察的目标是什么，只获得了一组代号坐标。按照指令，他进入冥想状态，开始看见了某个中东地区地下深处的场景。他描述道，那里有一间隐秘的地下室，藏着一个由金银和木头制成的容器，外表装饰着6翼天使的图案，容器的样式和特征和传说中的约柜非常吻合。遥视者接着观察到，地下室上方的地面建筑看起来像一座伊斯兰圆顶清真寺，周围说着阿拉伯语的人们身穿白色长袍。他感受到这个神秘容器散发出强大的灵性力量，仿佛受到某种神圣的保护，并在报告中记录到，这个目标与仪式、记忆、致敬和复活有关，具有强烈的精神与历史意义。如果未经授权强行打开容器，将遭某种未知力量毁灭。如果他的远程观察真实无误，那么很明显，约柜如今被珍藏在某个阿拉伯国家境内，而线索直指耶路撒冷最敏感的地方——圣殿山上的清真寺地下。众所周知，耶路撒冷的圆顶清真寺正是建在昔日犹太圣殿的遗址上。如果约柜果真在那清真寺底下的密室中，对以色列人来说，想取回来可就太难了。怎么办呢？总不能硬抢吧，那还不得引发宗教大战？不过现在有川普在啊。事实上，最近发生的这场斩首行动，伊朗政权巨变，在许多宗教预言研究者看来，很可能正是末日降临的前奏。而推动这一切剧本展开的，居然是川普。上面提到，不少人把川普比作圣经中的居鲁士，认为他肩负特殊使命。这么想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连圣经本身似乎都预言到了这一幕。圣经的耶利米书第49章就记载了一个关于末世的预言，对象正是伊朗古称的以兰 Elam。 经文写道，我要折断以兰的弓，那是他们力量的支柱。耶利米书49:35又说，我要设立我的宝座在以兰，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49:38最后预言，到末后的日子，我要使以兰被掳的人归回。49:39我们来解读一下，折断以兰的弓象征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设立我的宝座在以兰意味着终结极端伊斯兰政权，在那里建立新的统治，灭绝君王和首领。对应的岂不正是哈梅内伊与一众高官在此次打击中被除掉吗？最后说末后的日子使以兰人归回，被许多人解读为伊朗民众将从神权暴政中解脱，恢复自由，重新寻回真神，甚至基督信仰将在那片土地复兴，而这一切正是末日即将到来的征兆之一。不得不说，耶利米的这段预言如今几乎句句应验，让人不寒而栗。同样关于末世的圣经预言，以西结书也提到过一场规模空前的终末战争。先知以西结预言，在末后日子将有一支来自极北方的联军入侵以色列，其中就包括波斯 Persia， 也就是现代伊朗，还有来自马各之地的统治者哥格，一般认为指向北方的强权俄罗斯。
以希杰形容，那一场战争中联军铺天盖地而来，看似不可阻挡，但结果却是他们遭遇上天降下的可怕灾难而溃败，硫磺火焰倾泻，大地震动，北方联军最终被彻底毁灭。对古人而言，这种景象犹如火山喷发，但现代人不难联想到核武器或大威力导弹袭击的画面。现实中，当今国际上普遍被视为邪恶轴心的3个国家，伊朗、俄罗斯和中共中国，正好对应了预言中的波斯、伊朗、马各之王、俄罗斯，以及可能的东方敌对势力。巧合的是，这3国近年来相继都被川普政府狠狠打击过。美国对中共发动贸易战和科技围堵，俄罗斯在美国的支援下陷入乌克兰战争泥潭，而伊朗如今更是被打得元气大伤，政权摇摇欲坠。在这种背景下，有人把川普比作现代的居鲁士就不奇怪了。他是一个立场鲜明、支持以色列、对极端势力绝不手软的领袖人物，而预言中重建圣殿所需的国际环境，或许正需要这样的强力推手。试想，如果在川普的努力下，伊朗最终真的完成变天，如预言所述，抛弃极端的伊斯兰神权体制，甚至有可能转而成为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国家，或者至少恢复古波斯拜火教那种温和开明的文化传统，那将扫清以色列重建第3圣殿的最后障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整个伊斯兰世界内部其实分成2大派别，逊尼派和什叶派。逊尼派占全世界穆斯林人口的约85%到90%，是伊斯兰的主流。他们的宗教领袖由社群推选产生，相对而言比较开明温和，不太容易出现极端独裁的政权。而什叶派只占穆斯林总数的1%左右，主要集中在伊朗、伊拉克、黎巴嫩、也门等地。什叶派虽人少，却往往宗教狂热，更倾向政教合一的体制。当今许多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如 ISIS、基地组织、哈马斯、塔利班，严格说来其实都属于逊尼派极端分支，部分混合了极端瓦哈比思想，并非什叶派。而伊朗本身则是什叶派的大本营，也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什叶武装的靠山，同时暗中援助着一些逊尼极端组织对抗以色列。可以说，在中东持续煽动对以色列仇恨、破坏和平的最大幕后黑手正是伊朗。而伊朗背后又有俄罗斯和中共在经济军事上提供支撑，所以如果你觉得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好像动不动就极端暴力，与以色列不共戴天，那其实是一种误解。多数穆斯林国家和民众是和平理性的，与以色列长期冲突对峙的主要就是以伊朗为首的那一小撮极端势力。川普在强力打击伊朗政权的同时，反而和逊尼派主导的阿拉伯国家走得很近，他促成了阿联酋、巴林等多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及著名的亚伯拉罕协议，也获得沙特阿拉伯等逊尼派大国的默契支持。这些国家甚至开放领空和基地让美军使用，以共同对付伊朗这个区域麻烦制造者。可见，如果川普真的把伊朗这颗危险的钉子拔除了，在他的斡旋下，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紧张关系很可能进一步改善甚至破冰。到那个时候，有关归还约柜、重建第3圣殿的敏感议题，或许真的能被提上议程。试想，当极端分子失去靠山，中东迎来难得的和解气氛，以色列是否就有机会顺利地动工重建圣殿，并公开迎回尘封已久的约柜呢？如果第3圣殿真的矗立在耶路撒冷圣殿山上，那将会是何等震撼人心的画面。您觉得届时传说中的救世主弥赛亚会否真的出现呢？而如果弥赛亚再次降临，人类最终的末日审判又将以怎样的方式展开？欢迎大家在评论中留下自己的想法，我们拭目以待。